中国空军到底有多强？这里给大家一个标准答案：单单是出动重型战斗机拉开架势打一架，俄罗斯加北约合在一起都打不过中国。去年，中国重型战斗机入役数量达到了100架以上截止到目前，中国有了1100架重型战斗机，比俄罗斯和美国所有重型战斗机的总和还要多。这种水准的空军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出现的。目前，中美两国在新式战机研发上可以说是各有千秋，在战机水平上也属于是不相上下。不过，现在中国相对于美国来说有一个巨大的优势，那就是中国的工业制造业产能是远超美国的，这就决定了现在中国战机数量，尤其是重型战机的数量是超过美国的。目前，中国的骨干重型战斗机是歼20和歼16，具备极强的航电设备和更远的作战半径。此外，还有更加强大的挂载能力，在综合性能上已经超过了美国的 F-35中型战斗机与 F-15重型战斗机的组合，仅差些许数量优势还需追赶。然后在这基础之上，中国重型战斗机的制造成本更低，生产速度更快，这就让中国空军具备了可以超越美国空军的决定性优势。在过去，美国人认为中国的重型战机种类多，型号杂，中国国产的呢有歼20、歼16、歼11。俄罗斯呢有苏27、苏30、苏35，而且中国缺少自己的发动机制造设备，所以数量上应该长期比不上美国。但在去年珠海航展上，我国直接把最新批次的歼16拉出来展览了。根据参展飞机上面的序列号，这是我国目前第11批次入役的歼16战机根据美国方面推算，这意味着目前我国的歼16战机数量从2016年开始生产至今，累计达到330架左右，其身影遍布中国的大江南北。同样的，歼20也参展了其最新批次根据其机身编号，保守估计已经是第4批次了，总产量大概在200架以上。由于歼20的战斗力和作战效能高于歼16，所以歼20战机一个批次的数量也要多于歼16一个批次。也就是说，现在中国先进重型战机数量达到了500架的水准，在我军的重型战斗机中占据40%多，接近50%的数量。剩下的就是从俄罗斯购买的苏霍伊系列战机和自己生产的歼11了当然还有海军的50架歼15战斗机先说俄罗斯的苏霍伊战斗机，目前我国装备了200来架苏霍伊，其中包括36架苏27、100架苏30、24架苏35，总计160架。苏霍伊战机在中国空军中早已不再占据主要地位现在占据主要地位的是国产的歼11战机，从2000年开始生产至今，产量超过440架，其中包括最早完全山寨俄罗斯苏27的歼11A，还有后期全部使用国产技术的歼11B。目前还在使用寿命之内的有350架。关于歼11战机，目前我国已经完全停产，剩下的战斗机将会进行现代化改造，移植部分四代机技术，使其升级成和歼16战机战力类似的歼11B机，发挥最后余温毕竟中国这才刚过几年阔日子呀，这种性能不错，而且还在使用寿命之内的先进战机，我国肯定是能改造就要改造的。更何况现在中国作为全世界邻国最多的国家，那不怀好意的邻居可太多了就连美国人都想来横插一脚。这就决定了中国到现在暂时还无法退役这600-700架歼16和歼20之外的各种重型机。最后简单计算下中国现役的重型机总量现在中国的重型战斗机总规模达到1110架，这个数据基本没掺水说完中国，咱们再说说俄罗斯和北约先说俄罗斯，俄罗斯空天军重型机就只有10架苏57、106架苏35、111架苏30、101架苏27。如果我们算上俄罗斯海航部队的62架苏33虽然网上喷苏33呢，这个是玩具花瓶的人不少，但就作战半径和挂载上看，人家好歹也是个重型机，所以咱就姑且算上吧那么说到底，俄罗斯也就390架重型战斗机，不过是我军总数的35%。然后再说是北约，虽说北约是多个国家组成的军事联盟，但整个北约就美国一家有重型战斗机。目前美国的重型机有234架 F-15CD、218架 F-15E、8架 F-15EX 和186架 F-22海航呢没有重型战斗机，因此美国的重型战斗机合计总数为646架，相当于中国重型战斗机总数的58%。如果把俄罗斯和北约也就是美国的重型机拉在一起，总数是1036架，比中国的1110架还是有点差距的不过中国重型战斗机质量上也是要超过其他国家的，因为中国的重型机基本都是2000年以后生产的在技术上呢也更加先进，机龄呢也更加年轻，所以性能比上
中国的重型机占据更大优势，不管是数量还是质量，中国都遥遥领先。目前美国空军的优势仅剩下海航的 F-16和 F-35组成的大量中型机部队，但有一说一，如果不是没钱，谁不想用完全由重型机组成的空军部队呢？这还不是地主家没有余粮吗？当然，中国的重型机优势大，但是在战机总数上比美国还差很多，所以我国还在生产大量的歼20和歼16，以替代老旧的歼11和苏霍1战机。中国空军的发展远远还没到止步的时候。